长胜山上有高楼，四方英雄到此来。龙凤如意结故交，五湖四海水滔滔。在下谢岭陈玉楼。可时光荏苒，曾经风光无限的谢岭魁首陈玉楼，现如今却变得人老眼瞎，甚至只能靠算命为生。好在他精通摸骨之术，在对胡八一一阵乱摸后，竟说出了让所有人破防的话。怎么这位这长相与老夫年轻的时候颇有几分相似？两位损友看着胡八一的认爹现场，不由得开怀大笑。殊不知他们不仅十分相似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可胡八一却认为他是个江湖骗子，借着自己懂点周易八卦忽悠人。没想陈瞎子竟直接说破了几人摸金校尉的身份，三人心中顿时大吃一惊，当即打算试试老头的深浅。胡八一伸手拿起桌上的铜钱，接着在手中摇晃几下后，就把铜钱撒在了算卦摊上。字为阳，面为阴，离上前下，大有元亨。老爷子，这可是上上。也就是说，按照这个卦象来看，三人不仅不会大难临头，反而还有发财的迹象。可陈玉楼却冷笑一声，对胡八一略懂皮毛的周易不屑一顾。尔等仔细的瞧，这6枚铜钱是在什么方位？可是在东北方。现在正是癸亥日壬戌时，东北方正是死门，后天大有遇到死门，假是得意忘形，盛极而亡。听到此话的胡八一当即心中一紧，因为死门乃是奇门遁甲的8门之一，而他们来的北京正处于陕西的东北方，难不成他们三人真要大难临头了？想到这的胡八一顿时冷汗直流。就在三人惊魂未定时，陈瞎子突然大笑了起来。话已至此，老夫哪有见死不救之理？送上一卦，尔等可曾听说过巽卦？话音刚落，陈瞎子便给三人起卦。随着老头双手散开，6枚铜钱也相继摆出6星连珠的卦象，而这正是64卦中的巽卦。巽为风，又同巽，意思是顺子。可这问题又来了，这主方与客方究竟是应该谁顺从谁呀？这话听得两人云里雾里，可胡八一却是受益匪浅。等三人回到招待所，胡八一这才说出心中的想法。巽卦讲究遇事能进则进，能退则退，万不可强行为之。胡八一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决定赶紧办完事后离开。于是第二天便约见了李春来。没想他不仅带了一大箱的宝贝，还把之前的绣花鞋凑成了一对，可却遭到了大金牙的疯狂压价，这让李春来十分不满。因为之前的一只就能卖180，可等凑成一对却只有300块。这时一旁的服务员过来地主，没想到李春来不仅加大音量，还和服务员眉来眼去。胡八一顿时想到了陈瞎子的忠告，便假装上厕所想去查看一番。可谁知服务员没找到，反而再次遇到了陈瞎子。还没等胡八一开口，陈瞎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平安符。这张平安符是我精心所画，不同于他物，你姑且收下。胡八一当即打开平安符，并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困卦。他不解自己何时陷入困境，刚想仔细询问，不料陈瞎子早已没了踪影。这让回去的胡八一也确信了心中的猜想，看来这次陕西之行就是一场骗局。于是便示意大金牙拿起扳指，想利用这个机会来一出金蝉脱壳之计。精明无比的大金牙立马就领悟了老胡的意思，不仅把扳指开价到了500，更是用无比夸张的演技让李春来彻底信服。